想象此刻，你正在社群媒体上浏览最新消息，突然一则看似普通的新闻吸引了你的注意力，但你有没有想过，它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资讯陷阱？今天我们要来聊聊这场资讯时代的隐形战争——认知作战。这场战争的目标就是要获取你手中那一点点的信任感。欢迎来到标品书，我是不小王子。今天要讨论的书叫做《打台湾不如骗台湾》，是由台湾民主工作室以及最近很常被延上的沈伯洋等人所写的。看到这里，可能会有些观众已经躁动起来，但是先不要急。这本书有个核心主题，在于如何查核事实。这个主题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在台湾的政治讨论中，光是要怎么样确定这是事实，就已经吵不完了。那到底要怎么样做才能找到事实呢？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深深的困扰着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社会中。当公共政策讨论逐渐转向网络上，国家的边界也因此而模糊，不同的政治目的和来自境外的资讯操作，使人们的认知会被扭转。人们接收到的资讯截然不同，对同一事物的认知产生了巨大差异，仿佛生活在不同的平行宇宙中。在这种平行现实里，真实与虚假难以分辨，社会共识变得难以达成。特别是在选举期间，境外势力的资讯操作结合国内政党的分裂，使社会极端化达到了新高峰。认知作战的目的在于制造多重现实，使不同群体陷入各自的资讯泡泡中，无法对话，甚至把对方视为敌人。因此，接着提到这本书另外一个重点，该怎么样面对认知作战这个问题呢？不论你的立场是什么，都非常值得思考一下。所以也非常欢迎你把自己的想法跟经验写在下面留言区，跟大家做分享交流。然后，如果你的立场跟这本书不同的话，这本书的解读同样也是在解释你立场的一个机会，也能了解不同立场的人的想法跟思考方式。所以希望大家友善交流，理性分享。毕竟会点开这部影片的应该都是高知识水准的伙伴吧。如果你对于讨论台湾的议题感到兴趣的话，也欢迎点击上方链接的资讯卡，有许多台湾主题的影片哦。然后也要记得订阅我，才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上架通知。好的，在开始解读前，再让我最后多说两句。下面的解读内容都出自于这本书，我尽量做到中立的立场来分享，有任何不足之处都欢迎大家留言补充。下面我们就开始啦。在一开始，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认知作战。简单来说，认知作战是一场国与国之间的军事行动，属于资讯战或是影响力作战的一部分。与传统的枪炮、坦克作战场景不同，认知作战通常在热战开打之前就已经悄悄地展开，是一场没有烟硝的战役。西方传统认为，认知战是指利用媒体、网络等资讯改变人们的意识、认知、作为或决策。而中国在网络电子战中的类似说法则包括运用心理战和战略欺骗、动摇军心、民心和政府信念。这些策略可归纳为两个主要元素：一是利用真预讯息作为攻击武器，二是混淆或破坏敌方的认知，加剧社会对立。当被攻击的一方出现认知错乱时，舆论会往两极化加剧，理性对话的可能性降低，最终达到攻击方破坏稳定的目的。对于认知作战来说，讯息的真假并不是重点，而是通过特定的叙事方式创造一种视角，让接受者相信这个虚伪的真实。例如上次选举引起热烈讨论的美国掏空台积电，也是中国刻意引导舆论的手法。虽然在美国确实要设厂，但设厂的制程并非最新，而且台湾依然会保持生产的优势。但认知作战之所以成功，在于人们更相信与自己理念相符的事，或是那些已经听过非常多次的假谣言。其中恶意不实的讯息与谣言的性质非常类似哦。这些讯息的内容并不正确，而且会激化偏见与情绪。这也是因为大多数的人内心充满了善良与正义感，所以当他认为的不公不义事情发生，他自己内在的情绪就很容易被激发，导致对于某些人或某些事产生强烈的敌意。这就是认知作战能够利用的人性弱点。然后也再提另外一个认知作战会成功的原因，就在于现在资讯过载。现在人生活忙碌，无法深入理解复杂的议题，因此更容易接受整理过的简单资讯，特别是以懒人包或是迷因图的形式呈现的内容。随着注意力越来越稀缺，认知作战的温床逐渐形成，带风向也变得更加容易。这本书提到，认知作战的主要目的是那些没有特定立场的人，这些人宣称自己立场中立，却比拥有强烈立场的人更容易受到资讯操作影响。对于立场相同者，认知作战无需改变他的想法；对于立场相反且坚定者，认知作战很难改变他的立场。因此，攻击的重点就会放在中间选民身上。在台湾，容易受到认知作战影响的族群与性别或教育程度没有显著的关系，反而是对公共议题能感的群体容易成为主要的攻击目标。他们因为讨厌蓝绿恶斗而形成政治冷漠，
当非典型政治人物出现时，容易对他抱持着希望。根据台湾选举与民主化调查，这些中间选民约占台湾社会的30%到33%，是认知作战最主要的攻击对象。所以，如果人们在接收讯息的当下并没有保持警惕，在同温层的加持下，认知错乱的立场会变得更加严重，导致社会不同立场的人越来越对立，很难进行理性思辨和讨论，这样就会造成政治两极化的情况出现，严重危害民主多元化的价值。接着就来谈谈认知作战的手法吧。打台湾不如骗台湾，这可以最大程度降低统一台湾的成本。书里提到，中国对台湾的认知作战通常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铺陈各式各样的阴谋论，例如台湾在外交上过度支出。在这个阶段，中国会大量制作影片，利用耸动的标题如“台湾外交不为人知的秘密”吸引注意，并引发讨论与分享。这一阶段的阴谋论通常会持续半年到1年左右。当风向带的差不多的时候，就会进入第2阶段，放出假消息，例如我国资助巴拉圭建豪宅，自己却沦为平民，宣称台湾政府在巴拉圭浪费资金，导致国内资源不足。这类消息会引发那些已经被第1阶段阴谋论影响的群体的强烈反应，加深对政府的不信任。在第1阶段，中国主要通过大量的假账号散播阴谋论；而在第2阶段呢，则只需要少量的参与者，利用骇客入侵账号，或是通过亲中的媒体发布相关文章，再加上政治节目的讨论，便能迅速的炒热话题。这本书还有提到，不论是地方层级或是全国性的选举，台湾都能时常观察到选举议题被操作的痕迹。这些操作的目的不仅在于影响选举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试图激化台湾内部的社会对立，形成不信任感，进而削弱对于民主制度的信心。根据台湾民主实验室的观测报告，2024年总统大选的认知作战主要通过中国官媒、商业媒体以及影响力的账号，扩散台湾内部已经存在的故事和叙事，例如民进党图利特定厂商，民进党欺骗民众食品标示不实，民进党将台湾带上战场，赖清德老家违建要逃漏税，以及桃色文化成为民进党的主流文化等等。这些叙事试图贬低民进党，让它跟腐败、无能、道德沦丧等负面倾向连接起来。其中前面提到的台积电要被美国掏空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书里提到，最早在2021年的12月，网络上便开始出现台积电会被美国炸毁的讨论，宣称美国会在台海战争爆发时先炸毁台积电，以防中国得到好处。2022年，这个话题进一步发酵，成为选举前夕资讯操作的主打题材。2022年11月，有2起事件让这个话题冲高了热度，包括11月1号台积电赴美包机起飞，以及11月21号张忠谋证实3奈米会在美国生产，以及台积电会被美国掏空论为主轴的相关宣传战就此展开。它主要是说2件事：第一，美国只在乎自身利益，并把台湾视为工具，只想撤离台湾半导体人才并炸毁台积电，在台海发生战事的时候将无意协防台湾。第2点呢，是民进党深知台积电迁美国之后会造成危机，但仍迎合美国，出卖台积电来满足自身利益。这些讯息通过中国官媒、微博大 V、Facebook 匿名粉专来进行广泛大量的传播，而且还得到台湾媒体、政治人物以及评论家的响应，最终就形成了台积电被民进党出卖给美国的言论。也是这样子，希望激起台湾人对于美国的不信任感，加深对于民进党的怀疑。这本书总结这个作战的目标，是为了要让人们相信台湾只是作为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因此美国并非真正的重视台湾，而是把台湾当成随时可以放弃的政治工具。这样怀疑美国，甚至反对台湾提升与美国的关系，反对美国对台军售，或是美国政治人物来访台湾是政府花了大钱等等的论述，都是认知作战常见的手法。因此这本书还有提到，揭露和报道认知作战的行为至关重要。因为当通过金钱聘雇公关公司，制造假的声量和流言，这些行为会严重影响选举和公共讨论的公平性。无论这些行为发生在境内或境外，都需要受到规范和揭露，以维护民主制度的正常运作。刚刚有提到要进一步的完善法规，来面对社群媒体的蓬勃发展，但现在资讯传播的速度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变成各种恶意资讯、阴谋论和认知作战的土壤。所以看完了做法以及案例之后，我们最后来聊聊要怎么样在这样的环境下寻找真相。毕竟再怎么样依赖政府或是外部资讯来源，都还不如我们自己保持清醒，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呢，下面我整理了这本书提到的方法，以及我找寻的其他资料来做补充，提供尽量完整、不被舆论影响的方法哦。要在社群媒体中寻找真相，首先需要识别是否存在协同作假的行为，也就是网军散布大范围假资讯，单一社群账号批评或赞扬的文章可能只是个人的政治表态，这在民主社会中属于正常现象。然而，如果在社群平台上发现大量账号以高度一致的方式回复和互动，
并且这些账号总是针对相同内容进行评论，那么就可能是认知作战的一部分。这个目的呢是要试图带风向，影响舆论。因为在当前的社群媒体环境中，演算法常常根据用户的喜好推荐内容，这使得人们更容易接触到与自己立场相符的资讯，形成同温层效应。要避免这样的效应，应该要主动寻求多元来源的资讯，并保持批判性思考，对所接收到的讯息进行独立判断。同时要注意讯息的呈现方式，很多假消息会使用夸张或情绪化的标题来吸引注意力，这种手法常常会用来误导读者。假消息有时会配上伪造或经过剪辑的图片和影片，使用 Google 反向图片搜寻或是专门的影片检查工具来确认图像或是影片是否曾经遭到篡改或是错误使用。简单来说，看到一则新闻的时候，不要依赖单一来源的讯息，尝试查看更多独立来源的报道。如果不同的可靠讯息对同一件事情有相似的报道，那么这个消息的可信度就会更高。而针对专业领域的资讯，应该参考该领域的专家意见和分析，不要盲从那些不具备专业知识的自媒体或是网络红人，他们大部分都是无知的煽动者。因此，不管这个消息多么的震撼与让人不安，都要保持冷静与理性思考，绝对不要因为情绪而做出快速判断。因为情绪化的反应呢，往往就是认知作战的目标。对于所接收到的讯息，尤其是与自己理念相符的资讯，要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经常问自己，这个讯息有没有可能被扭曲？为什么它会出现在这里？好的，关于打台湾不如骗台湾这本书，我想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啦。关于这本书的想法，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讨论。想找这本书作为思想练习的伙伴，也欢迎找出原书来读读。以上就是今天的不小品书，希望这次的分享能够启发新的观点。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也请记得按赞、订阅跟分享。我们下次见。